飞行能力对忍者的实力提升究竟有多大？迪达拉空袭杀银村能让除伍艾罗以外的所有忍者全部干瞪眼。以前只会站桩被动防御的伍艾罗，在学会飞行后，闪避起敌人的攻击来简直轻而易举。鸣人佐助在获得六道之力，拥有飞行能力后，也才有了和辉夜一较高下的资本。所以飞行能力对他们的实力提升不可谓不大。但近些年，大家对飞行能力似乎有些太过于了，好像一名忍者只要能飞，就能表现得跟伍艾罗一样出彩，甚至还衍生出了和回家水门、情报自类也一样的手套战术——高空拉扯。只要我能飞，那我就能待在天上远距离轰着你。就算我实力不如你，只要飞高一点，你也拿我没办法。总之，只要能飞，那就很难输。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高空拉扯，看看这究竟是切实可行的战术，还是只能活在粉丝的手操中。首先，飞行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远距离作战，同时也能让自己一直处于敌人的攻击范围之外。在迪达拉与佐助一战中，迪达拉就通过神奇 C2 飞龙不停拉扯佐助，让佐助的攻击全部落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飞在天上，别人是打不到你，那你又能打中别人吗？在迪达拉起飞后，佐助的确是够不到迪达拉，但迪达拉从天上撒下的炸弹，不也同样伤不到佐助吗？所以看似是迪达拉在风筝佐助，实则他自己也在被佐助消耗。毕竟佐助闪避攻击又不费蓝，真正威胁到佐助的反倒是阿飞埋在地底的地雷。再比如灰土迪达拉追击红豆小队时，不停地在丢炸弹，旁边的感知忍者还在帮他指明目标方位，但是红豆小队因为有树林的遮挡，他们自身又在快速移动，结果迪达拉的炸弹一直打不中。先前迪达拉风筝卡卡西时，炸弹也全部密死，反而因为自己坐着鸟，目标太大，被卡卡西的神位给抓住了。由此可见，能飞虽然是优势不假，但也会因为距离太远，延长攻击弹道，让敌人有足够的时间来躲避，命中率非常堪忧。除非敌人是像三尾这种不会动的庞然大物，想要提高接龙命中率，那就不能飞太高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这些能飞的忍者大部分时候还是会选择低空作战，好让自己处于自己攻击的最佳范围之内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怎样的高度才合适呢？小兰和自来也交手时飞得也不算低吧，结果自来也头发一甩就把他给抓住了。这里佐井飞得也够高了吧，然而还是被石尾射了下来，并且像他这样的追击情况还真不少，这就很尴尬了呀。你为了提高技能命中率，被迫选择低空作战，可你的攻击距离又不如别人，甚至有些忍者还需要近身，那你的飞行能力也不算什么优势啊。所谓的安全高度完全取决于敌人的攻击范围，个人觉得飞行的优势更多的是体现在回避能力上，对进攻端的加成其实并没有特别夸张。佐井画的狮子是从正前方冲过来的，还是从天上冲下来的，这区别真的很大吗？并且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就是，忍者的跳跃高度其实是非常夸张的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轻轻松松就能跳到房顶，在战斗中随便一跃20-30米也不算什么难事，用查克拉发射力蹦到100米高空也都是可以的。你以为的安全高度其实并不安全，被击落的风险并不小。我们理想中的高空拉扯应该是施术者全程飞在安全的高度，技能又能精准的打击对手，但很多能飞的忍者根本达不到这一标准。目前看来，最贴近这一设想的恐怕只有伍艾罗了，因为伍艾罗的沙子自带物理感知效果，又能放出第三只眼提供视野，没有飞太高空技能的顾虑。看这里，此时伍艾罗正处于沙隐村上空几百米，但他依然能超远距离精准的操纵沙子，追击贴近地面的迪达拉，因此距离对于伍艾罗的限制并不算很大，并且伍艾罗的沙子并不一定是从正面扑来，给到你充足的反应时间，它是可以调用地面上的沙子进攻的，隐蔽性很强，想要躲避是有一定难度的。所以伍艾罗是真有能力，也确实有过高空拉扯的实战表现，并不算脑补，但对其他会飞的忍者来说，那就有手操的嫌疑了，哪怕是迪达拉也只能算是低空拉扯，对吧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